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军歌应唱大刀还，南跨海峡收台湾。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哎呀，我这个定场诗啊，说了好多年了啊。有人说浩哥呀，我这从2023年一直就开始盼着呀，2023、2027啊，然后呢？哪一天到底能够把这个台湾问题解决了呀？啊，问题是台湾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台湾问题，所以要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话，我一直说嘛，中国可能会考虑一并解决美国和日本的问题。现在呢，中国的国师金灿荣先生最新的表态出来了。金灿荣先生说2028年是比较这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最迟2028年。有人说那2027又得往回推2028了吗？因为2028年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时点，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换届。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的话呢，那如果是换届换不了呢，人家赖清德继续赖在台上呢，那2028年那不就对吧？那不是那个时间窗口那不就到了吗？是吧？现在呢，有人说那不是蓝白合吗？按照台湾现在这个民众的现在这种心态，还真说不准啊，说不准，人家绿蛤蟆这个到2028年依旧不会下台呀。苏启先生这么说。我觉得台湾真的讲起来我也很难过。我觉得台湾的人呢，好像喝酒麻醉了一样，大家一天到晚在讲2026，选举怎么样，然后再讲就2028。我很抱歉的说，大陆现在以我的观察，他们根本不在乎台湾的选举，更不 care，不在乎。对，很少人问我说，你觉得那个怎么样？台湾那个这个局能不能够弄成啊？那个人会不会出来啊？李四川或者什么的？没有人那个啦。2026国民党会赢多少输多少，Nobody care，Nobody care。为什么呢？台湾根本不是一咖了。可是台湾人还在搞自己在这个茶壶里面的风暴，争着抢这个位置那个位置的。我觉得实在是，你应该看看外面的水景，外面的世界在变天了，乌云密布了。我们大家台湾人应该怎么样来？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乌云，让这个乌云消失啊？这是我们台湾人该做的，而不是在井里这边在那青蛙在那边抢一块小虫子吃啊。外面的风云大家都感受到了吧？所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说那个金灿荣先生和中国的一些这个智囊的专家现在正在建议，是不是一并把日本问题给解决了呀？因为如果你等到日本真的拥有了原子弹的时候，那不是黄瓜菜都凉了吗？前几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日子，除了关注东京审判中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定罪，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11国法官中的其中一个法官来自菲律宾。不过，当时的菲律宾还没有独立。2战中，菲律宾经历了从美国的殖民地到被日本占领的转变。在中国通过各种形式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警惕新型军国主义的时候，菲律宾却打开了国门，让日本自卫队的人员、武器装备进入境内，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的地点也正在菲律宾。与此同时，从来没有反省日本侵略历史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正忙着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甚至高调地在澳大利亚做出了下跪的表演。但这番跪式表演根本掩盖不了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狼子野心。国际视讯马上评。就在上个月，日本正式突破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松绑杀伤性武器出口。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来到菲律宾，与菲律宾防长签署协议。说白了，就是要推进对菲律宾无偿转让2手军舰和教练机。一旦交付，这将是日本突破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后的首笔军火交易。
而菲律宾在获得这些二手军舰后，将充实其原有的海上力量，获得远程对海打击等能力。第二天，小泉这个军火推销员还在菲律宾观看了日本自卫队在境外首次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款导弹已经服役近40年，算得上是古董级导弹了。但发射地点选择了菲律宾最北边的吕宋岛北部，再往北就到了中国的台湾岛。虽然导弹的威胁有限，但这般蠢蠢欲动、突破专守防卫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曾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几天也没闲着。5月初先后访问了越南和澳大利亚。二战中，越南和澳大利亚也深受日本迫害。东京审判中担任法庭庭长的韦伯正是来自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行程中，我们看到了高市的这番精心表演，在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这样的下跪照片被日本政府高调宣传，但就在半个月前，高市还连续2天向供奉2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祭品，并且从来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有过真诚反省。这样精心挑选的在美西方阵营进行的粉饰表演，还不是为了推广其所谓的进化版印太战略，为了买矿产、卖军火，达到遏制中国的图谋。但这一跪根本无法让日本实现改变战后秩序、妄图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而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历史教育严重欠账、历史观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图谋的国家，国际社会，尤其是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必须擦亮双眼，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言行，反对日本以任何借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这几天，我找到了一个原侵华日军老兵20多年前拍摄的反省视频，加害者的忏悔比政客的表演更有说服力。土足で流流してた。自分たちはあの絶対にあり。いかんその勉強皆さん。近日，在今日头条上面有一篇叫《六军韬略》写的那个文章啊，题目叫“日本准备在第一岛链全面对抗我解放台湾，应把军事斗争方向迅速指向日本”啊。这篇文章呢非常专业，我觉得写的挺好的，那个也代表了一部分这个就是军事观察员这个他的思路啊。我个人表态这样的：第一，我们看台湾问题啊，好像历来这样，台湾是三方游戏嘛，有中国大陆，有中国台湾，还有国际干预势力。那么国际干预势力当中，原来呢一般认为就是2支，主要是2支啊，一个美国，一个日本嘛。那么这个美国呢是大面上跟我们斗啊，日本是偷偷的这个斗。那么随着高市早苗登台嘛，那日本从幕后就跳到前面去了，特别积极，对吧？跟中国的对抗越来越明显啊，国内修改宪法，然后已经修改了武器出口原则，是吧？已经跟澳大利亚已经签约了嘛，一批那个驱逐舰。然后呢，今年比较引人注目，就是派出一个雷号驱逐舰嘛，还有那个补给舰啊，去参加了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搞的叫歼灭舰演习。那个演习原来日本就派个观察员，这次派部队去了，是吧？所以毫无疑问，关心中日关系的朋友，特别是关心台海的朋友都知道啊，日本的作用在上升，然后日本的那个走向军国主义化速度很快啊。我个人认为呢，无论是网民还是官员还是咱们领导人，肯定注意到这个变化了。那么相关的调整已经在进行了。但就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还是强调，目前呢，在台海问题上呢，这个我们要打击对象首先是台独分子，然后呢，军事应对，我个人认为主要的这个方向还是对美吧。因为逻辑这样的，就是说日本呢要全面武装，甚至走向核武化，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去过日本也不少次了啊，全部加起来我想30次有的。然后呢，我的观察就日本的军事系统啊，过去一直还是受美国压制的，美国不是那么放心日本的，知道吧？毕竟打过人家呀，这个，所以对日本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主要让日本发展什么反潜，因为在东亚这一块，这个
我们这几个国家那个潜艇都很厉害，俄罗斯不用说，历来都很厉害，朝鲜也不弱啊。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当然水下力量非常棒的啊。那么美国呢忙不过来，所以也鼓动日本也发展反潜力量，就这一块日本是不错的，其他还是能力很一般，是吧？整个作战体系不完整。比如说啊，现在打仗是打信息战嘛，你得看得见呢，对不对？现在打仗我不是以前讲过嘛，先在虚拟空间打嘛，天电网嘛，太空那个网络电子，对不对？那太空这一块日本肯定是不够的呀。他在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日本看都看不见，他打什么打，对不对？然后他现在有一些进攻性武器啊，中程导弹什么的，都是美国给他的呀。所以我个人认为，近期我们主焦点还是要放在美国这边。日本什么时候要重视呢？28年之后。我个人推算28年日本是修宪之年，那个日本就更危险了。所以我有一个个人观点啊，供大家参考。我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窗口压缩了，更紧迫了。我觉得应该在28年之前解决。为什么呢？因为28年日本肯定修宪，大家都知道吧？日本修宪的程序是众议院2/3投票通过，参议院2/3，然后就是全民公投，对吧？全民公投一半就行了。那么日本现在呢，自民党已经掌握众议院2/3了吧？然后日本社会整个有钱化，对不对？全民投票没问题，过半，就卡了一个参议院，知道吧？参议院目前自民党本身不过半的，但是28年参议院要选举，那么以现在日本这个社会气氛，28年自民党肯定赢得参议院2/3，那程序就完全没问题了，知道吧？然后他就是全面的那个，就军国主义化了，自卫队改国防军，而且会这个加速推进啊，那个甚至不能排除他拥有核武器啊，所以一个完全军国主义化有核武器的日本，那对中国解决台湾是一个大障碍，对吧？那个，但是这个是肯定得在28年之后，所以我个人认为啊，28年之前这一个时间点，从现在啊到28年，他通过那个宪法修改，大概2年时间吧，这实际上是很短的一个时间窗口。金灿荣教授说的那个账号，经查好像是中国的高级将领王洪光先生的媒体号。所以你看了没有？这个中国的智囊现在呢都在劝中国政府啊下定决心吧，2028年不行的话，日本和台湾问题一起解决算了。哎呀，中国的网友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